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来助力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7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本节目由31年销量领先、再创耐用新纪录的南孚电池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控油不控评、爆梗不爆痘的福利方丝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7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他们让我拍点素材。哎，我们这边好暗哦。对，好黑呀，我们的脸，好难看，我们俩丑到爆哎，为什么？哇，你更丑。这美颜用到好假啊！这没有美颜，这一点美有没有啊？一点没有。人原视频，我原视频这么年轻啊？啊，我原视频帅帅到爆啊！你怎么还像？我们还是没老啊？还像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哈。对呀，没有老。哎，就是赚的多了一点。神经病。Hello， 好久不见了。你们俩也见过啊？当然来过火星啊。哎，下午到看看谁先开这个头，我是不敢开。他对我来说，他现在在屏幕里。对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说你不在草原上面那？哎，不是，我还在跟张学林老师聊天吗？不是前2天大概准备提案过程中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困难就是怎么还没有开始。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让我们热烈欢迎火星情报局局长登场。战争出来了，战争房啊！好，哎，各位好，哎，大家好！在地球上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听不见！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了！哎，火星我们又回来了，同学们！我们还是要隆重欢迎一下那出现在火星势必引起轰动的邓正伟老师！谢谢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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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哎，大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从第1季的时候录预备带的时候你就在了。对对对。后来正式录的时候没选上。那时候是录过小 demo。然后我一直就待着就谋了，然后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说就谋了，呆谋了。而且2位已经很久没合体了，南薛北张，还有西洋笛哦，西洋笛哇！开玩笑，3大综艺神兽啊，终于聚集了。谢谢承让啊！哇，杨迪，你是副局长了？对呀，我意思是你是健忘了吗？我们俩已经是副局长了。是，我不是一直都是副局长了吗？2季了。但还一个呢，我也是副局长啊。你也是副局长？对，那您当然是。那开玩笑。
我当然也是副局长啦，哈哈，同学们啊，不是，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当局长了，该到你了呀。为什么？你是心里话吗？不是，但我觉得该到你当局长。真的吗？这么多季了。哎呀，你岁数都到了，我马上要领退休证了，是不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局长这个位置还是留给汪涵老师，那必须得是韩哥就是咱们的局长。我们一直等他归来。是。哎呀，其实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副局长。啊，对。维维了，哎呀！我是最亲民的局长，我要离大家更近。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副局长。好。哎，身份的事情我们先说清楚了，对不对？对啊！我一直非常好奇，你们看一下，刘副局长旁边还有个空位置。接下来呢，我身边坐谁呢，都是我来挑。如果你们想让谁来，都可以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哎呀，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剩一个座儿，那我们就有请黄圣依。好美哦！公主驾到！我见面了。欢迎圣依姐。哎，那么近，那么美。火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圣依。哎，老朋友了，哎呀，老朋友了，老朋友。终于有女孩了。是，各位特工啊，因为哇，你们话好密，我都听不见谁在说话了。啊，是我，现在是我在啊，放。现在是杨迪在说。您觉得你有什么能力在我们火星？我觉得是忍术啊。忍术。刚刚说了，因为你们这么多人在说话，我都听不见了，然后我要平静下来才能够。很吵哈。对，特别稳定，处稳。谢谢您啊！谢谢我。让我们整个这个特别炸的气氛，能够中间有一些中和的地方，多好啊！好，那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特工朋友们吧，来吧。首先要介绍这一位，我们短视频赛道的王者，一个人带火全家的张彩玲女士。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短视频创作者。火星情报局听说这个现在长视频都需要短视频来带。哇，好嚣张啊！啊，对，我来这一次，导演组说也不用说什么有什么别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娱乐圈呢，主要带一带老薛啊，带一带小张、小杨。哇哦！啊，就这点任务啊！谢谢大家支持。反正我们录一期节目，帮我们出800个短视频，好不好？就靠你了啊！哇，下一位，王子红凡。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啊。哇，黄子，我们俩推荐你，你不要垮掉啊！好，没问题，我努力。期待。今天见到各位副局长们，大家也可以叫我这个局长子。哎，局长子没有。其实是想，这个离副局长的这个距离。谁是父亲？我们是副局长，不是父亲。太客气了。但是其实说这么多都不重要。今天其实我先谦虚一下，我觉得来到这儿啊，这个所以说啊，今天我来这儿最主要的说话要这么快吗？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嘴是租来的，这是一上来，因为我害怕万一就是你们仨随时有可能就是进来。哦，我们绝对不会打断你的，你相信我们好吗？好，你就说，真的你说好，你说。其实我们认为呢，肯定不会那个，对。你也不要老相信我们，没事，你说你的，保证你的完整性。我想向各位副局长们来申请一下，介绍接下来的这位重磅来宾。哪一位？首先，您请起立。各位观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心目中中国古典脱口秀的天花板 ，sketch 文本创作奇才，国内脱口秀专场数量保持者。喜剧赛道的终极卷王，我心目中的喜剧之神，教主刘洋。哇哦！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古典脱口秀？我也没听说过，我们都不懂。我们5个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没有形容他的年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从今天开始，黄子弘凡就是我的义父，义父，以后心里委屈了找我跟你说专场。大家看黄圣依老师的这个表情，他皱着眉头，什么破玩意儿？这什么呀？这么近着看小品啊？黄圣依老师这个表情，我在屏幕里似曾相识，对吧？这是我上次那3块钱买的，里边有这表情，这是。经常有这表情。虽然，但是我觉得教主呢才得了第5名。说实话，这个名次我不认，大家认不认？我认。我不服啊！大家好，我是服了的喜剧演员刘洋教主啊，谢谢大家。然后主要是那边每一个名次都比我高。今天要以1挑5。哎，没问题，天花板在这趴过谁，对吧，教主？咱们提案吧，要不然继续介绍吧。来，大老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那么下面这一位，他要是说他是脱口秀的第1，别人都会说你疯了，知道没有？但是他确实夺过我们的初代大王，就是我们的庞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喂，你这套衣服穿的我们都散光了，我跟你讲。哇，好闪，好闪，好闪！你不出来跳舞，我都觉得可惜哦，我天哪！我这衣服真的穿的好累，我这衣服重达15斤，哇！那么庞博今天之所以能来呢，是因为咱们优酷啊对庞博之前的呼吁做出了回应，那要把2个脱口秀的节目的朋友们汇在一起聚一聚。你干脆就每周2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准备卖给那个第3方的平台了啊！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优酷。但我觉得今天做的还不够彻底，因为我发现还是有非脱口秀演员。啊，行，我马上把刘维请走。来，我走，请离场，你们都走。我也走了，走吧，我走。我也留着，你可以留着。先留一留啊，难得来。因为这是咱们这个初代大王嘛，下边就是咱们这一届的大王。哎呦，啊，他们就是我们的漫才兄弟。都是冠军啊，对不对？对。现在谁的费用贵啊？这个，毕竟他们是2个人，对。哎呦，有道理啊！来介绍一下，对。大家会有点尬，帮一下忙啊！大家好，我是徐浩伦。大家好，我是谭湘文，我们是漫才兄弟啊！哎呀，我们从小就看《火星情报局》，喜欢看《火星情报局》。对，现在就是去火星情报局了啊！我们模拟一下这个感觉。是现在打断吗？不是，还没到，现在不打断啊！好，火星情报局到了，嘎叽的。你好，我是何炅，哪有何炅了？这里面啊，大哥，这汪涵是吧？我是汪涵，没有汪涵，现在要打断了，现在打断，不要说了，没有了啊！哇，好敷衍一个事情。哎呀，那么下一位呢，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心目中，每次看他演出的时候，我都会笑到自个儿抓头发，他简直太搞笑了。他就是我们的毛豆。大家好，我是毛豆。感谢大家，我也是脱口秀厂牌的一员。其实，在搞笑这方面，我也是不能跟对面的特工比，尤其是对面的教主老师。我毕竟也只是第3名，2次。他才第3，他才第3。下一位是我们的哈哈曹。对啊，我是哈哈曹，我是那个滇军，我是第4名。哎呦，他才第4名。哎呦。好的，全员到位了。那当然了，火星情报局呢，本期的会议呢规则呢有一些的变化。首先呢，我们推出的新的特工，每一位特工都要有一个提案的，要有梗，又要好玩，还要有意义了。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虽然最终的决定呢，王牌特工呢是观众投票，但是我们3位副局长也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呢，可以表示我们的认可。来，把它拿出来。阿卡潘达，西娃娃，这
是什么？知道吗？这是个垫子。如果你们谁讲得好，我们就会把它往他的屁股下面这么一塞，他就会高人一等。哎呦，显示你的厉害。我们一共有9个哦。对。讲得好就给他垫起来，有可能有一个人独得9个，直接冲到那个顶上去。我的天哪！哎呀，哇塞！哎，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的？是的，哎，因为大家呢都会担心，有时候自个儿说的万一垮了，万一说的大家不喜欢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给别人台阶下。您看，我们准备了一个台阶，哎，这么一个台阶。谁要是说一个笑话，哎呀不好笑垮了，给自个儿下个台阶，哎，哎呀太棒了，尽善尽美的一个节目。好了好了，那我们全员到位了，同学们，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1次会议正式开始。因为你是刚刚进来的副局长，我刚刚进来，对啊。你觉得应该让谁作为我们今天第一个提案？因为台下的每一位都要提案的，今天。是的，你看那一位已经开始耍孤独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全场的灯光都想照耀他。谁啊？他就是我们最闪耀的黄圣依，旁边的刘伟。大家都知道我提案的风格，所以说我发现要太浮夸了吧！我天，演唱会的观众真的非常累。为啥呀？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去看过演唱会吧。以前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戴着耳朵，但是现在我们看演唱会不只要戴耳朵了，是不是？也要带妆啊！哎，有道理，对不对？出门得美美的啊！对，因为说实话，现在作为观众其实不容易，因为经常一个不小心，那个 concert 的那个镜头啊，就会 take 到你。concert。就是一个不小心 take 到你的时候，其实又惊喜，但是心里又慌。而且现在镜头经常 take 到很多人的时候，大家都做足了准备，比如说有求婚的，有求吻的。但是呢，其实演唱会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演唱会的歌手都会请朋友来，对不对？所以说中间会有个环节，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吧？对。然后其实在座的包括大老师啊、老薛的演唱会我都看过，啊，杨迪因为没有演唱会。但是我经常去看，然后互动。比如说薛之谦的演唱会一直 Q 我们那个北京滩，我都拖到地上去了。我看了很多人演唱会，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其实是去邓紫棋的演唱会。当时去邓紫棋，我是跟沈梦辰一起去的，然后沈梦辰带着他的那个同事尖尖是崔健的朋友，尖啊。当时邓紫棋的演唱会呢，下着大雨，沈梦辰真的很厉害呀。因为那天下暴雨，他带着雨衣。哦。但是你知道吗？那是磅礴大雨哦。庞博来了，庞博你干嘛？什么玩意儿啊？你好。你好，我是大鱼。刚刚这个握手是为什么？好奇怪，Q 到您了啊！然后马上就要到了 Q 环节了，因为那个邓紫棋已经换上婚纱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沈梦辰突然间就是不听歌了，顿时间就拿出了粉，完全不听邓紫棋在唱什么歌这样。啊。在雨里头补妆啊，而且还在下雨啊！我这补出来的都是泥哇！没有，弄完以后直接兵马俑。对，因为水泥加水泥。沈梦辰一边补还过来跟我说：“维维，我可以吗？维维。”那一段基本没有听邓紫棋唱歌，然后终于到了邓紫棋 Q 了，突然 Q 到了沈梦辰，然后沈梦辰说：“大家好，我是梦辰。”然后我们其实氛围都非常好，然后到 Q 完梦辰了之后，然后就开始 Q 那个鹿晗，然后突然间镜头给到了尖尖，他的同事，然后我们当时是以为一扫而过，后来发现镜头不走了，对着他拍，一直在真真的脸上，然后邓紫棋一个人僵在这，再来一个，你是谁呀？然后我当时想说怎么办，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了，真真坐的是我的座位。天
天哪！哇，伤人了，伤人了！等一下，也就是说邓紫棋根本就不认识谁是刘维，不是邓紫棋不认识，有道理哦。好伤人哦！是转播老师不认识我啊，真的假的？所以说那个时候镜头就在珍珍的脸上，他叫着尖尖的时候，哎，刘维你也来了，就好尴尬哦。对呀、所以说就是台下就静止了，然后现场就安静了，然后珍珍突然看到镜头说，哎，怎么是我？然后珍珍的气质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是吧？跟我还蛮像的，怪不得会认错。其实说实话啊，虽然来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备而来，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来看演唱会的时候，老薛对我有备而来，因为在那个演唱会快结尾的时候，他还帮我宣传他给我写的《藏起我》。哎呦，他来我演唱会嘛，我说哎帮他打一个歌，结果我打歌的时候他走了。不是，好辜负人。没有，提早走了，我知道，绝对去看邓紫棋演唱会了，对不对？没有。大家这么好朋友，凭什么早走？耿耿于怀，为什么早走？这么难看吗？因为我旁边坐的是岳云鹏老师。岳云鹏跟你一起走了。岳云鹏老师说这么大雨可以走了啊，因为岳云鹏老师说看过这么多场演唱会，我们都要提前离席。岳云鹏说 Q 也 Q 完了，可以走了。对，我们的任务达到了啊，所以才走的。但是我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了，然后我还在回头一边拍一边走的。我跟你说，我都是看到最后。真的是啊，你骗人，你也提前走了。我看到最后的，看到最后了，因为你最后没 Q 我嘛。你没有 Q 过我哈？没有，我是看到了最后。很多艺人的朋友来我们演唱会的时候，确实他们在最后一趴是要提早走。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跟大家一起散场的话，他就会被围起来。对，一般都会安保会提前就快要结束的时候会请走一点。有的时候会被轰哎啊，安保会来轰的。会的。看到一半嘛，或者有人问岳鹏，走，去干嘛呀？因为他怕你结束的时候引起慌乱。滚出去！别闹滚了，滚出去！没有这么严重，没有礼貌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虽然老去看演唱会，但是杨迪比我还厉害。杨迪可以一个歌手的演唱会看2次，哎呀，还不止。反正我确实经常看演唱会，杰哥的演唱会看的最多。我当时在长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何老师一起去的嘛。然后我跟何老师中间还坐了一个何老师的亲戚。网友看到之后还说，你看连杨迪和何老师都买不到联票，就当时还说这个一票难求的感觉。后来杰哥那个北京演唱会，我跟刘维又去看了。对，他跟我一起去的。去之前的前几天有很多热搜，他不是有那个互动嘛，就唱歌。你喜不喜欢这个演唱会？人家也没唱到这个程度吧？你这是在什么玩意儿？电音那个电音互动，你们看到没？明白。怎么样？这个演唱会好不好玩？下面的人说好玩，好玩。什么东西啊？电音河南人。最后那个麦传过来以后，不是传到我就电音了嘛？电完以后，我就传给左边的于文文，让刘维就坐在于文文的左边。我想要来了，我来了。刘维已经准备好了，来。结果于文文是这样子，于文文传完以后，他把麦往回递，我不唱了。接下来和谁想互动？我把。刘维，你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想打他。没有。当时是确实是内心有点失望，但是后来想想也行了，躲过一劫。然后整个互动我电到了，他没电到，就是这么个事儿。是的啊，讲完了。我还有一个朋友嘛，叫王啸坤，你们应该知道哈。那当然了。哎呀，知道，可有意思了。他就是有一次演出演还特别开心你爆了。他在台上就已经不管，因为音乐节嘛，哗把衣服就脱了。脱了以后，因为他一脱的一瞬间，已经刚刚脱掉耳机里，就说马上穿上。哇，这么厉害吗？真的，一套连招，就马上脱，马上演，因为还是有些限制嘛。这个纯救场的我以前演过，就是商演跑太多之后，完全忘了地儿。比如今天来到西安了嘛，一上来就说，现场的朋友们，没有你们西安的好。弄乱了这种都会有啊，对，好嘞。所以呢，我这个提案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歌手啊，光唱歌真不行。所以我幻想了一下，如果今天这几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拼盘演唱会，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表演方式。接下来的拼盘演唱会，原歌手都不出场。大
家叫的太早了。对，这个拼盘演唱会是刘维一个人拼啊，自己拼自己。我是要先把他们的歌拼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看一看。如果他们觉得好的话，未来你就可以演唱会上看到2.0版本、Plus 版本。大家期不期待？刘维要唱歌了啊！好，王子帮我一下吧。好，王迪老师也帮我一下吧。哎呀，别假了，我们排练过的。排练过的，好。练了4、5遍，不要整得好像即兴的一样，这个一看就不即兴。来，没事儿，你就电音杨迪嘛。我来了。老师，我可以了。来，这一看就是即兴，这灯光。不会有即兴配乐吧？哇！从前有一个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终于他鼓起勇气想对她说：“你是……我是一颗糖，一个什么糖？我是一颗糖，一个什么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跳跳。为什么？流血了，你没事吧？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没事儿，你家在哪儿？我帮你叫车。我的家在你心里，在我的心里，那不如就叫滴滴吧滴滴吧。我为什么要在背面看这个表演？我想去那面。你好像一个人，我像谁？像前一样求之不得。这么准？你在世俗里的名字重要了。怎么了？他是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还要我怎样？又怎样？你突然来的关心就够我悲伤。为情所困，不要再为情所困了，我们都要快乐，好不好？好。一起跨起来，跨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跨起来，跨起来，新一年超级精彩，快乐会无处不在。掌声！刚才这个演出的名字叫做什么？多重人格障碍，是不是？我好伤心啊！这么多环节，竟然你们不找我排练呢？啊，没有找你是不是？原唱我们都没有找，好过分哦！我觉得为了这个秀，我得先给刘伟一个哦，添一个。刘伟，你加上一个，刘伟很用心哦。你的开场秀剪这个伴奏都要剪1天哦。来，就是这个，来，哎呀，来垫一个。我也可以游泳吗？好走，给大家打个样嘛，对不对？对，我想看到你这么演，后面的人怎么演？比如说黄圣依该怎么办？他不在乎，我在乎。这个炸了根本接不住。微微给今天的所有的新人呢开了个好头啊！那么下一个提案来自教主，是不是？来，教主天，哎，好，大家好。是这样的，各位，因为我第一次来火星情报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不能多给一些鼓励，好不好？给一些鼓励，好吧？可以吧？天花板，可以啊。天花板，我可以拜托现场的观众，一会儿我讲的每一句几乎都要笑，好不好？每一句吗？好，谢谢，好 ，OK。然后咱们最好第一，就别了，真的很认真，很认真。这句先不用，那个大家也需要冷静一下。太不冷静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紧张的原因。我的稿子第一句就是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综艺。没事。我发现，我发现结婚其实也需要冷静些。
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的综艺，就不告诉各位是哪档了。不是，教主，你已经很久没往这边转了。不敢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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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些杀气。这档综艺每周4更新，所以它重新定义了疯狂星期4，各位知道吗？火星也是周4、周5播出。这综艺气死我了！这综艺，我每次看完了之后，我真的头都变大了。比我头更大的是我的乳腺结。别人看到我都问：“哎，教主最近胸肌练得不错，是健身了吗？”我说：“不是，我最近在追一档离婚综艺。”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如果大家因为离婚这事儿搞得很不开心，那不如最好结婚的时候大家能稍微冷静一下。而且我在想，结婚不冷静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我们很多时候问那个结婚的誓词，他问的太笼统了。我觉得结婚的誓词可以问一些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真实情况，比如说你司仪就问嘛，请问你觉得你配拥有一杯咖啡吗？请问你觉得你配活在他的心趴上吗？没事儿，咱们这个做是一样的，这个做是一样的，没关系，不理啊，我保护你，保护你。没事儿，没有多大危险，聊我自己的事儿。我发现现在各种事儿可能都有冷静期。哎，过程是这种，就是我当时刚结婚的时候，您说说，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去结婚登记的那个地方，差点就被里面正在办离婚的人，然后给劝的这个冷静了。我当时以为里面全办的是结婚。然后没想到里面还正在办离婚，然后我一进去，他在劝里面的那2个人不要离。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要不要再好好想想？”我再仔细听，然后里面说：“哎，我这一个章盖下去，没有一对夫妻是幸福的。”我说：“这么严重吗？没有一对吗？”然后再来，他说：“哎，别的我不劝你了，我就一句话，你想想孩子。”我说：“不结了，不结了，不结了，不结不了了，结不了。”而且我最夸张的一个发现是，我发现从我妈的嘴里，神仙也是有冷静期的。我不知道各位过年的时候，爸妈会不会告诉你那种事儿？我过年，反正我爸妈绝对不允许我说死字儿。哎，就无论怎么搭配，我说妈啊，我饿死了。我妈说，哎。说什么呢？不许说死的，快说呸呸呸！哎，这个也很奇怪，各位，就是说呸呸呸可以解除诅咒。那哈利波特还写啥呀？伏地魔跑过来啊，瓦达看大瓜，然后一堆人呸呸呸。伏地魔说这是什么？这是东方魔法，这是什么？而且我每次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说完呸呸呸，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我说怎么这呸呸呸是给神仙的一个冷静期吗？感觉神仙在上面倒数，哪个小孩说死字儿，哪个小孩说死字儿，饿死了，他还说死的，带走他，5、4、3，呸呸呸，哎！小孩挺会呀，给我整冷静了。所以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有冷静期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我虽然拿结婚举例子，但不是告诉各位结婚不好，而是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冷静期，你相当于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的人生负责。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在每件事上都有冷静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感谢，感谢。我非常支持我们教主说这个要有冷静期，然后要2个人要知根知底儿的之后才能真的在一起，怎么样？我跟我太太因为我经纪人嘛，然后但是这是正式约会，其实约了好多次之后，她那时终于跟我说啊，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哇！
我在他们家门口睡了一宿。其实确实，这个结婚之前交流更多之后，这样就特别的平稳。对的，对的。反正婚姻嘛，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当然冷静的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事情。对，没关系，因为有爱就要去追嘛，是不是？是的。行，下一个天了，欢迎脱口秀的初代大王，庞博老师来接啦！走你，欢迎！来，对的，大家好，我是庞博。初代大王，我发现。今天的发现是，综艺节目的观众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观众。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讨好现场的各位啊，是我真实的感受，因为大家已经看了太多年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了，对于节目组啊这些手段啊套路啊都太了解了。手段还有手段，你只要一个人出现在镜头前，大家一眼就会看穿这个人。比如看穿呐？对啊，看到现在你就应该知道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讨好观众。人类就是喜欢看那个真实的东西，喜欢看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因为这个真实的东西才决定了我们是人类嘛，才不是什么没有感情的神仙或者什么动物之类的。对，你想现在大家都喜欢刷那个短视频，对不对？我特别喜欢的一类节目，也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就是那个中老年朋友的相亲节目。对，它其实本来也是电视节目，但做成短视频，我特别喜欢看，因为特别真实，就是一个大爷站在那儿，然后大妈出场就问你退休金多少？你找我是不是为了找个人伺候你是吧？你岁数比我大10岁，你这个身体还行不行了？很热。年轻人谈恋爱流行那个推拉呀、拉扯，没有欲擒故纵啊。对，老年人就直接抱身。我觉得就是年轻人的恋综里面，很少出现这种真实而直接的问题。所以我就在看那些年轻人的恋综，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多恋综没有一个嘉宾敢问出一些真实的问题，是吧？你就问他，咱俩是不是就是商业 CP？ 你那个本来的对象介不介意你跟我炒 CP？ 哇，听懂了哇，还好啊。咱们这个 CP 没有红利了之后，能不能及时分手，然后就别动真感情，是吧？这多好看！我建议大家就出这样一款恋综，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中国合伙人》啊。我最近最喜欢的恋综，跟大家是一样的。我现在每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他。我看这档节目甚至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恋综都是周4和周5更新，所以我要提前3天开始吃轻食，吃减脂餐，把我自己整个的状态搞得非常厌世。因为我看节目那天晚上要点一堆垃圾食品。看节目之前，我下午还要提前去适当的运动，把我那些什么多巴胺啊、内啡肽啊、什么皮质醇调节到一个最高的快乐水平，然后我打开那档节目，然后把我气个半死。前几天甚至我还发了一个微博问的，非常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真的让我充钱。我实话实说，我特别想去他的观察室，你在观察室一定会比普通观众看到更多的内容。哇，我一想就好刺激，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就是喜欢看真实的部分。你想我们平时看节目是什么样的？看的贼细，拿个显微镜在那儿一直暂停，一直暂停，一帧一帧在那儿分析，从那个各种马赛克的形状里分析它到底挡住了什么。有共鸣，有生活。但是观察室里看的几乎是没有马赛克的版本。哇，特别好。它有一点，他在每年这个节目正在播出的时候，都会成为朋友圈里地位最高的人。你出去吃饭，桌上的鱼头永远都对着你，因为不管本来聊天的焦点是什么，大家在聊什么话题，你只需要抠着手在那说一句：“哎呀，就那个谁在节目里，哎呀。”然后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然后你低头，你前面的杯子已经有人给你倒满可乐了。所以我今天非常羡慕的一个人是武艺啊，对，因为武艺，我们夏天的时候还有迪哥，我们一起在录另外一档节目，然后大家就在闲聊说，那个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咱们去干嘛呀？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安排啊？互相可以联系一下。他说啊，我可能要去录一个节目啊，那档节目，
我可能要去录一个观察室，我当时就好羡慕，我说为什么他可以去，他好像还没有结婚，对不对？我记得5亿没有结婚，对啊，他怎么会去？然后我就非常羡慕，然后我就看节目，看完之后我就明白了，哦，原来他的朋友在这个真人秀的录制里面。我就好生气，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是吧？明明在这个情感不是很顺利这个赛道上，脱口秀演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对，那尤其前2年，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了？我说，请大家不要偷偷摸摸的分分合合了，好不好？大大方方的。但确实，大家现在看节目手段真的太多了。你看，你可以开弹幕看，你可以找朋友一起看，你可以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看，看完还要去小红书发 report。去 B 站看一个剪辑，还有 reaction， 还有听解说，是吧？就为了就是发现那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细节。我就这么说吧，就所有综艺节目里没有一顿饭是白做的，没有一个白眼是白翻的。这没有人发现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发现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作妖的瞬间，是吧？营销号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包括火星这样的节目，我们虽然做到第7季，也要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做新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综艺节目的观众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观众，对，眼睛是雪亮的。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勇敢磅礴，勇敢说哈。其实我算是录综艺节目录的很多的一个人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观众朋友会逐帧分析我们录制的节目。对啊，其实录制综艺节目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很多时候我也挺冤枉的，但没办法。打个比方，跟那个刘维录这档节目，录的时候一切 OK， 我们还开玩笑什么的，但可能在播出中间那段时间，刘维出点什么事儿之类的哈。你别咒我行不行？不，打个比方，不是大事儿，就那种小事儿嘛。小事儿也不行。一些那种。就是是是非非说不清的那种感觉，说小说大就大，这现在这事儿啊，说大就大。其实刘维是有事儿，没有任何事儿哦，没有，本来就没事儿。然后结果在播出的时候，我的每一句玩笑话都被网友解读成，你看杨迪肯定知道点什么。这个不能怪观众，你长得就像知道点什么的人。我只不过开玩笑的时候，眉眼之间稍微猥琐了一点。你当时去。所以总而言之，就有的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看大家怎么理解吧。如果你把综艺节目当成一个可以让你开心的，那它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节目。如果你怀着一个审判的心去看一个节目的话，你确实会看得自己很憋屈。我的宗旨就是综艺节目就是让大家开心，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把我们的玩笑都会觉得我们不是专门去冒犯别人，而是我们真的是让大家开心。至少我出道到现在，每一句话真的不是想要去得罪谁，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开心。除了刘维。好难解释，总而言之就是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啊，大不了你们要骂我，我那几天不上网。好，就说到这了。杨迪有很多高情商化解的时候，真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高情商？黄子高情商来。哎呀，我还好了，太高情商了。没有，对，黄子高情商。没有。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想让这个氛围和气气，开开心心嘛。但我其实最主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次因为声艺姐姐专门来到这儿，那很多小伙伴，现场的朋友们，其实应该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她的作品，对不对？对。谢谢。小的时候会说，为什么声音姐姐笑起来会如此纯净又甜美？为什么呢？尤其一笑起来呢，露出的2颗特别俏皮的小兔牙，微笑的秘籍，对不对？对，没错。每次有人说我笑容甜美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告诉他这个小秘密。没错，就是这位有200多年专研个护经验的老朋友，高露洁首款专效抗牙结石牙膏，它就像是我首次以火星特工的身份潜入火星情报局携带的一个秘密武器一样。独家竞购配方3倍抑制牙结石再生，宅家也能享受高效的洁牙体验。真不错。哇，刚刚这个是黄子的高情商时刻，我都快忘了。问一下刘维好了，综艺节目录了多年，观众是不是越来越有自己的审美了？你觉得？对啊，我爱看恋综。又说回来了。好，谢谢大家。其实爱情是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除了有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之外，也可以共享幸福。吓我一跳！我要共享别的东西。吓我一跳！等一下！什么呢？你疯了？没有共享幸福啊！不是。
没有，没有，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别人谈恋爱也像自己谈恋爱了一样啊。我们年轻人都叫磕糖、磕 CP 啊。怎么样共享幸福？看人家恋爱的时候，下来我来。哎呀，看人家幸福和快乐，我们也能感受到快乐，对不对？啊，好，算圆回来，算圆回来了，可以。那下面哇，黄子弘凡提案不难，哎，看一下黄子有什么提案。我发现留学生呢，最重要的是要把命留好。留学生把命留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嘛。对，我的大学我在国外留学，平时在学校，下了课啊，然后或者说是周末放假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那种死宅，我比如爱打游戏。我跟你讲，这种经历我有。你是在国外留学对吧？哪个学校？波士顿。啊，波士顿哦。对，波士顿是学校啊。伯克利。对。哦，伯克利是吧？大家一般都先问城市。我也是不出门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穷。没钱出门。对，差不多的，对，没什么钱的，对，但是有钱打得起。哎，那是肯定。当时反正在跟朋友正常打游戏嘛，我们就是玩那种4人背个伞跳下去，然后就捡装备，然后一起这样子的游戏。超级玛丽嘛，来。Eat chicken。就吃鸡嘛。对，没错。然后当时反正在跟朋友正常打游戏嘛，我自认为有一点游戏天赋的，我听声辨位能力还是不错的。一般上听到枪声或者怎么样，哎，我基本上1-2秒内我就可以找到那个点位。那天我发现左后方有枪声，转过去我发现，哎，好像幻听了。过来我发现还是有枪声，我找了半天，朋友说到底哪个方向？哇，耳机一摘，哇，在我家楼下6点半方向。当时那个过程很迅速，我当时马上摘下耳机，丢到桌上，趴到窗户旁边。当时7层楼，我看楼下是这样子。你疯了！你打开窗户探头，你看呀。不是没打开窗，我在窗户边上这样子偷偷的窥望，就偷感爆重。你打开之后，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不要再打了，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世界和平。好奇怪啊！我们当时有几辆车歘跑过去，我第一时间判断他们是有几个那个 gang。当时那个车到那了以后，他们就马上有人下来，然后就人躲在后面，然后就枪在那个地方 bang bang bang， 然后开始。然后结束了以后，他们就又上车又跑了，整个过程应该就10几秒钟时间，但是当时很吓人。还有人吹烟呀，打完之后，过了差不多1-2分钟，因为学校附近嘛，警察来的很快，来了7、8辆大的那种警车，然后就站了一排，他们那种警察拿着电筒就在地上去找弹壳。哇，因为他们要找到那个弹壳，他们就知道是来自哪里，哪个帮派。对，弹壳也是这个 rapper 嘛啊，没错。找哪个弹壳？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正起劲，我就想完了，我这边还有战斗呢，对，我就回去重新戴起耳机，我发现我成盒了已经。当时我就在思考，我说还是不能瞎凑热闹，探头这个东西就已经很危险了。但是你以为在家待着，这个你一定就非常安全吗？其实不是的。我有一天我待得好好的，突然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的那一刻，那边用一个很蹩脚的英文告诉我，类似于这种我被通缉了那种感觉啊。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是听不下去，因为这个口音又陌生又亲切。哦，是这种，你被通缉了。然后一上来说你好，我是个老外。我当时我就实在没忍住，我就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哦，真可以我。然后完了，他就开始说，我看你细不细啊？你细不细？你有诈骗、洗钱啊？他自己把诈骗2个字说出来了。现在我说听了好多罪名，好多里面你选一个你犯的罪。然后他最后要跟我核实姓名，因为他就有我的姓名啊。在国外的话，姓跟名字倒过来的，我叫黄子弘凡，倒过来叫子弘凡黄嘛，其实很难念的。对，然后他说你信不信？几逢还房。特别像过年话，祝你几逢还房。几番很呸。你是不是鸡？就是你鸡！好辛苦啊！马上就读出来了，再等我2个小时。你这个名儿真的费人中啊，然后一直要这样哈。真的，我就觉得说我的这个名字，哎呀，起得真好，就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骗子就可以给他筛选。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来骗我。
然后当时收获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历、经验之后，基本上啊在家待着很安全。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太饿了，没忍住，然后去学校便利店，他去便利店，学校对面便利店，我说买点东西吃。然后那天就人比较少，因为天气比较冷。突然我看到一个身影从那个门外晃晃悠悠这样走进来。丧尸？什么丧尸啊？又变电影科幻片？是一个喝多了的那种流浪汉啊。那到这儿确实，我想情景还原一下。我发现在座的其实哈哈草很会模仿，所以说这位流浪汉老外帮我模仿一下吧。因为哈哈草会那干干的那一套。好，来，感受一下来。OK， 然后当时，我要切这 ，Give me some，Give me some。他就这样子停留在我面前。我大概懂了，他过来找我要钱了啊，找要钱。那我寻思要钱，我身上没什么钱，我要有钱的话我就不会在家死宅。那我呢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到，但我觉得我可以给情绪价值。哇，man，哥们儿也是搞音乐的，多少来说给你 freestyle 来点中文的，咱们最霸气的那种。当时我一上头，我就想到一个最狠的、最有杀伤力的，哟，你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大楼。看，大家都会。说完以后，我看着他，他还是这样看着我。我说实话，确实有点害怕了那会儿。哇塞，你当时说的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Yes。整个不是论传开了，这边来了一傻子，就是说这边来了一个外国傻子，哎，那你这是像皮球，因为他也听不懂嘛。我觉得给他进行一个文化输出嘛。然后完了以后，我寻思他还这样，我有点害怕了。我觉得算了，我就忍痛从兜里还是掏了10美金给到他了。然后我给到他以后，哇，突然他对我说：“谢谢。” 011，谢谢011，10块钱。后面那个Z红绝对是杜撰的，绝对是杜撰的。总而言之呢，我经历了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说，在国外肯定是没有在国内安全的嘛。那我觉得遇事要冷静，咱们保命要紧，把命留好，活好每一天最重要。耶！谢谢。哎，我但是听到这个 Give Me Some， 我就随便插一个啊。那个小苏，你们知道我经纪人是啊，他非常爱炫富。然后他有一天就在那个美国的路上，然后看到了一个黑人，然后黑人就说 ，Wow, your jacket is so cool。然后他就看人说 LV。他觉得外国人好懂他，然后人家说 What about your？ 还没能说呢，说 Givenchy。今天好招摇啊！真的，他真的很招摇。然后那个黑人马上说 ，Give me some， 他马上就吓死了，然后他就把钱给了。我想到那个沙溢哥那个时候出国嘛，在巴黎的时候，他不是英文也不太好嘛，然后到那种餐厅里面就点了一份薯条，然后就没有上番茄酱，就好想点番茄酱，怎么说番茄酱的英文太难了。沙溢哥就说没事我来 ，taxi。酱都没有，不吃了，啥玩意儿酱没酱，走了。Hello， this，OK， 又上了份薯条。我觉得全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你比我猜。对，之前那个去水上乐园想买水枪，不知道怎么说 water biu biu biu， 然后他就给你了。皇子这个提案不错哈，第一次提案还是讲得非常的完整，是不是？是。教主来评价一下吧，你作为他心中的天花板怎么样？我觉得皇子特别有喜剧的这个内核，是悲剧是吧？对，悲剧。大家仔细回想，会发现，就是刚才大家分享那些，可能都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困难的，或者是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当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听着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想的是，有一天我会笑着把这些事儿分享给大家听，那个东西就不再是困难，而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素材。每个人就会真的有一个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希望大家都像皇子一样乐观。谢谢。不愧是天花板啊！虽然才第5名，谢谢。目前我们这个提案已经过半了，那么中场休息。啊，休息了吗？先休息了啊。您当心，让我来。您先吃块德芙，坐等享福吧。新年有德芙，一块传福气，福气相传，年年得福。
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7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能守护笑字有光的高露洁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控油不控屏、爆梗不爆痘的福利方丝赞助播出。上半场教主讲的特别好，它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无声默剧。哎，我最有共鸣的还是维维的那个。我有一次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旁边的人就是一直在喊陈小华，加油，加油！我说陈小华，你要听到了，你大一点声，你欠多少钱？追这追这的。黄子在国外的那个，确实是，当时我也因为治安问题很害怕，然后我的名他们也读不了，我张肖曼他们也读不了，就当时还挺有那个共鸣的。嗨，彩玲 ，Hello， 好喜欢你啊！我也好喜欢你。今天录节目是咱2个女生。对呀，那咱俩拍张照片吧。好呀，好，来，3、2、1。哎，我好像眨眼睛了。没关系，我教你，有这个功能。简单吧？哦，哎，好了，哎，好。庞博可以给大家讲讲来这儿的那个经验，应该分享了吧？刚才大家很热情，很吵闹，很高情商，很难完成一整段表演。其实我最怕的是他们不笑，但他们鼓掌，就是他觉得你这儿应该有一个掌声，对，就是他怜爱的掌声。哇，那个太痛苦了哇！不因为咱俩也来这儿唱跳吗？豁得出去了，舍得我是豁出去了，脸彻底没了。舍得孩子没套着狼，没套着狼。希望大家下半场呢有更好的表现哦。那么说到这个天花板、一板还有一板板，那么下面呢提案的这位网友，在我心目中那真是个大板，好吧？那么有请就是我最喜欢的毛豆上场呗。我发现松弛感是可以遗传的。松弛感。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儿，就是要讲说做人要有松弛感。哎，其实我松弛感还是蛮强的。我这松弛感主要是来自我爸我妈他们，就是我爸我妈就是一个松弛感非常强的人。我多松弛啊！就是尤其是他们在带孩子这方面，就是我从小我刚生下来，就是我妈就是喂我吃饭，她不知道小孩该喂多少东西，她也不问。我小时候是有那个海鲜过敏，也不是尤其对虾仁过敏。她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发现她那个粥里面放完虾仁之后，我吃完之后嘴稍微有点肿，就是过敏症状不严重。但是尤其是嗜睡，特别困就睡着了。哦，然后发现我吃完虾仁之后睡着了，睡得特别安稳，整夜一点不闹。他就不管煮粥、下面条啥的，都给我放虾仁。哎呦我天！宝宝吃饭了啊！我长大之后我都不知道我吃虾仁过敏，我已经脱敏了，就是。但我妈这个她其实属于文松，我爸属于武松，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带我做一个游戏。我刚刚能站起来的时候，我爸就特别喜欢让我站在他手上。如大如来是吧？有那种家长，就是由于我妈的饲养方式，导致我这个出肉率啊尤其的高。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在餐桌上给我爷展示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发现举我好像有点吃力了。哇塞！爸爸呀，已经变成大力水手一样了，这胳膊有这么粗。你的爸爸还要在你的爷爷面前说：“哎，看在吃火锅，给你看孙子玩一下啊。”评委老师好，接下来带来我的表演。我儿子。没接住。他就给我爷展示这个，然后当时他就没挺住，我就一头摔在那个啤酒罐上了。哇，摔得好大，摔得这么大个包啊！真的就好像一个布袋地一样。布袋地，我姥爷看见我都惊了，说怎么孩子是要开天眼了吗？这是，好大一个眼儿。我爷当时就跟我爸就也是批评了我爸嘛，不要，就是你把孩子们脑子摔坏了，将来考不了大学，我给你腿打断。后来我也是非常争气，考上大连最好的这职业中专。后来我能走路了。我爸我妈带着我出去下楼玩，他们正好有个卖水果摊，他们就买水果。后来有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就和我爸吵吵起来了。
那个水果摊老板把他那个塑料袋拿起来，啪就给我就打了我爸一下。我爸就急眼了，他也没有趁手兵器，完了打你呀！我看着我爸看着我，我爸就给我抡起来，砰就一下。你爸多大劲儿啊！哇塞，你爸爸用你和一个板凳对抗，叮当叮叮当叮当，对方拿着板凳，他爸拿着他。对呀。哇！醒醒，继续。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我是我爸的大砍刀，我爸硬打我。但其实我爸我妈其实他们这个松弛感也是源自我姥爷。我姥爷他当时把我爸介绍给我妈，是因为有一次我爸坐公交车下来，发现了一群老头在那看下棋，他在旁边看。其中一个老头给这个老头点步，然后这个老头就不听给他点步这个老头的，然后我爸就帮那个老头说话，那个老头就是我姥爷。哦，那老头就把带回家，把我妈介绍给他。然后我爸也是个不解风情，他就是第一次见面带我妈去大连最大的一个广场约会啊，约会，约会一下。那个广场走一圈得有快3公里，他带着我妈走了2圈多。哇，马拉松啊！我妈就是当时穿着高跟鞋，他送了我妈一塑料袋纯牛奶，里面大约6、7袋，然后我妈拎着纯牛奶，跟着我爸走了能有6公里。我妈说我坚持不住了，我坐一会儿吧，咱们。然后他俩就坐在大连的路边，我爸问他饿不饿，我妈当时也没看上他，他就说不饿。然后我爸说我饿了，他就买了2个烤地瓜在那吃，吃完之后有点干，他把纯牛奶拿出来2袋自己喝了。然后我妈回家就跟我姥爷说，就是这个男的他精神有问题。但是当时我爸的工作蛮不错的，我爸工作是个海船员。哦，对，他后来也是船员啊。后来我爸他们出国上韩国，他问我妈有没有给他带点东西，但是我妈当时没看上他嘛，就是说就不用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爸又给他打电话说给你带了点东西。我妈一看，哎呦这个人开窍了，过去他俩见了个面，又约了个会。带来了什么？我爸给我妈带了从韩国带来就一整套韩国纯原装进口的螺丝刀。要修理你，上道具了已经是。哎，就这个东西，其实我妈没看上，但是送到了我姥爷的心趴上了，就是送了。对。正中他的心趴了。我姥爷就是这个男的是个过日子人。后来他俩就好上了。是你爸跟你姥爷好上了是吧？哎，讲完了，哎，非常松弛啊，松弛。聊到家人，不得不说一下我的家里人了。对，我觉得讲过很多我们妈妈的故事啊。我们家里也是非常松弛，跟我妈妈有那种一些晚会嘛。本来应该让我妈妈跟我一起唱歌，但是我是真唱，我妈妈实在不行，她就只能假唱。你假唱你就可以真一点好吗？因为是假唱得真一点。结果我妈妈唱歌是那种，比如说夸起来，垮起来，我妈妈从外面出来哈，麦在这儿。夸起来，夸起来，大家都在。我说阿姨。换头麦，阿姨，直接换头麦，反正就非常松弛啊，好好笑。杨妮妈妈的松弛感，我是真的，我真是见识过。就是因为杨妮的妈妈要唱一首歌给我们唱，叫那个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就那个歌。最后一句，除了你我不能，还是除了你我不能。然后他们妈妈判断不了，一直问我们是除了还是除了。妈妈就是这么松弛，直接唱。除了你，我不能感到。除了你，我全场大爆笑，我太开心了。黄圣依有什么松弛感的时刻吗？黄圣依，他刚才就很松弛。别人在讲的时候，黄圣依是那个热水倒到那个杯子盖子里，然后还有茶叶，局长喝茶。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清醒。所谓松弛感反而更好，就是我能感受到，其实黄圣依老师在什么时候他会不松弛，在什么时候他会松弛。比如说黄圣依老师如果是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是松弛的，但是他不松弛，黄圣依老师经常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感应到的啊，就是他经常会，这样的，而且你只撩左边，右边不管的。那右边的造型是这样的，怎么？因为他左脸好看。当右边已经撩起来就非常焦虑了，就整个已经不行了，要扎起来啊！两边都撩起来呀，白脸的都耳朵。
其实家长有点松弛感是挺好的，让小孩想长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对吧？不要有条条框框，我觉得反而是一件更好的事情，是吧？是的，小孩想成为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哎，好嘞，谢谢各位。是的，聊了这么久的松弛感，接下来让我们最有松弛感的黄圣依姐姐来提个案吧。终于到我了，黄圣依加油！我发现，鸡娃奴积极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鸡娃的家长不少，身边都是。但是呢，我妈妈她却欺自己。她的生活习惯非常的健康，就每天有非常严格的学习计划。像她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她就会弹钢琴，然后会学英语。中午吃过午饭以后呢，她就会这个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书法和绘画的技能。哇，就是那种在公园里的那种，就是站在地上很大那种毛笔，是吧？那倒没有，我妈妈就是小的毛病。然后晚上她就会创作，但她的创作是写书，就是散文啊、小说啊，就开始创作。哇，好厉害啊！然后她这2年还出了2本书啊！哇！哎呦天哪！这是我妈的这个第1本的自传的，叫《岁月可当歌》。哦，里面有照片。这是我妈照片。啊，这是你。因为是她妈妈出的书，所以有她很正常。对不起。这是她的书画作品。哇，好厉害哦！太厉害了！哇，这个字写得很好，太棒了！妈妈70岁还能这样，非常不容易哦。是啊。所以大家肯定刚刚说完之后，大家都特别的惊讶，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是那我们惊讶一下啊！我妈妈只会打麻将。你的妈妈！哇！天哪，我终于领略到火星浮夸的舞台。浮夸吗？哎，你要有信念感啊，不要理我们啊！哇，黄圣依的妈妈叫黄金圣依，哇，好厉害！这一回事吗？关他妈妈什么事啊？莫名其妙，黄金圣依，对不起啊。我妈最近有新爱好了，她就非常喜欢评价这个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啊，因为我妈爱唱歌，老薛啊、大张伟啊，你们都是唱歌的。凭什么我老一点？让我叫老薛，在大张伟，小薛，没有了，开玩笑，熟了。后来我就把你们的这个音乐给我妈发过去了，你的演员和发了你的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而且是英文版的是吧 ？Little Rainbow Sunshine Horse。来，哇塞，这么长啊！哎呀。薛之谦的歌曲属于流行歌曲，喜欢他歌的人，一个是因为演员唱的歌跟剧情有关系。他是演员。等一下，妈妈对我会不会有点误会啊？他以为你演员，你可能那个发给他的音乐是演员。所以你的歌曲表现在用词的奇特怪异啊！我怀疑他妈妈不认得我，根本就。大张伟的歌呢是有节奏。阳光彩虹大白马是什么歌？好像拼错歌了，但歌曲中使用大量无意义的叠词，王妈妈，给我个台阶下。那个，阳光彩虹黄妈妈，滴滴答滴滴答。哎呦妈呀！而且你在问你妈妈说哪个是传统蝎，哪个是活泼蝎，你妈说你看不出来吗？对。大张伟的那个作品，那个糖我倒是经常买的。我原来认为的小孩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原地跑跑跳跳的广告歌，这能在歌坛留下印痕？反正在西海岸留下了很大的印痕。妈妈在弹钢琴、学英文、写毛笔的空闲，还听了咱俩的歌，真的是太有幸了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啊！啊，谢谢。
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我妈这种教育方式，因为鸡娃不如鸡自己，她这种方式呢不会强求别人，但是呢就默默地影响着别人。我就觉得以前人说70嘛，因为我妈70多岁，70岁现在有的人都可以谈恋爱，对不对？有的人可以做总统，那我觉得我一定要跟紧我妈的脚步，赶紧。因为每个人这个时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年轻时发光发热，有人到老了应该是容光焕发。但是不管怎么时候，只要自个儿愿意焕发自己，都是最灿烂的自己，好不好？得了，谢谢各位，好。我们让彩玲姐聊一个，我发现行不行？彩玲姐，你来提案一个，为数不多的女生，我发现坐月子是中国女性最伟大的发明。我今天聊一下这事儿啊，我先诊断一下现场各位月子都做怎么样？月子这还能诊断？大张伟、薛之谦，明显做的不好，就是一看就虚。没有，他叫薛之谦，不是虚之谦，虚之谦。没有必要流口水吧？太虚了，太虚了，太虚了。杨迪一看月子做的就不错，就是他不虚。哎，谢谢。但是也没啥用。我今天跟你们讲讲为啥我要聊坐月子这事儿啊？因为我当年坐月子差点没坐成。当时是这么回事儿，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是在伦敦生的，给我接生那个产婆是一个非洲裔的女子，孩子刚薅出来，我妈正准备用她那大棉被给我盖上呢，我那个产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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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窗户全打开了。当时是秋天，寒风凛冽，产婆还一边打窗户一边就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哈哈哈！亲爱的，你做到了，我们一起拥抱泰晤士河的清风。好有情调。然后我妈这边跟我说，你告诉他，他再敢开这个窗户，我给扔泰晤士河里，我让他拥抱泰晤士河的王八。我妈这边关，产婆就开。我妈这边关，产婆就开。产婆对清风有执念，我妈对产婆有杀念。然后我妈最后以一己之力把那个窗户给锁上了。我妈认为这产婆是故意害我，因为她歧视黄皮肤。这产婆认为我妈态度恶劣，因为她歧视黑人。这时候我老公进来了，他一个白人男性。坐在他俩之间，他十分惶恐，因为如果现在有人报警说这个产房出现了种族歧视事件，警察进来逮捕的肯定是他。当时我就觉得跟外国人解释怎么坐月子有点太费劲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要不然就别做了。”我妈拉着我手说：“你是不是傻？”我妈说：“当年我姥是这么跟她说的，我姥这辈子永远得做家务活，永远得做家务活，只有坐月子期间。”他可以休息几天，就是你坐月子期间，你可以说我不是说我不想做饭，是因为我不能沾水。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姥可能从5、6岁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年老。我姥爷如果下去做农活，做完农活回来，他还有一个理所应当的休息。但当年女性的工作是不被量化的，所以她永远没有一个理所应当的休息。所以坐月子就是中国女性为自己谱写的劳动法，法定假日30天。我认为专家还应该给他再延长一些。是的，必须的，哎，是。说到了。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变得很嚣张，因为我发现我老公是外国人，他不知道啥是坐月子，你就可以跟他编。哎，对。对，比如我当时爱吃大木瓜，但英国特别难买，我就跟他说，那个坐月子里说了，每天产妇必须吃1个大木瓜，要不然终身抑郁。然后我当时爱看《甄嬛传》，她老跟我抢电视，我说那个坐月子里写了，产妇1天必须看8集以上《甄嬛传》，是，要不然终身抑郁。我老公也怀疑过，他说那坐月子规矩不是古代的吗？那古代哪有《甄嬛传》呢？你说啥呢？我说甄嬛是不是古代的？甄嬛坐月子的时候她就没看《甄嬛传》，你知道甄嬛咋的了不？她把老公杀了。哎呦，哇塞！我明白了，我要代表月子消灭你。我
老公当时一身冷汗，当时把遥控器还我了。所以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就是坐月子这个事儿，我认为是女性延续下来的保护女性的一个福利。你要是觉得哪些东西，比如不科学，什么不刷牙之类的，你不喜欢，你可以给它删掉。反正这玩意儿它就是一个就是自定义模板，最终解释权在产妇手里。反正咱就保住这30天的假期，这样咱们这些谱写坐月子规矩的这些女老祖宗们在天上也是得以瞑目了。这何尝不是一场经历了数千年的 Girls Help Girls 呢 ？Girls Help Girls， 有 power， 耶！好，我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女性智慧。这次听说要聊这个话题，因为我确实没生过孩子，也没坐过月子。哇，你特地去做了一下。我就问了我妹妹2个孩子，然后那个时候剖腹产伤口要恢复的时候，就要在病床上躺着嘛，就会给她那个止痛泵，不然那个伤口会疼。我妈妈就说没事，那个花了几千块钱弄的，到时候它那会自动流出来就会止疼，你就不用担心。我妹妹整个恢复期间就特别疼。他说：“天哪，安了这个止痛泵还这么疼，如果没有安的人，那该多疼啊！”后来才发现那个得自己按，一直没有开关的。我们家花了几千块钱，我妹妹一下都没按，整个坐月子就靠自己扛下来的，用意念觉得自己这儿就跟你买了个彩电一直不插电一样，买了半堵墙而已，是不是啊？我想起一个我那个止痛泵的事儿啊，你也止痛泵了啊？当时我就不是我老公在国外嘛，我爸来陪我来了。那个止痛泵是这样，摁一下你就麻一下，这是一剂麻药，你知道吗？对。然后我爸就给医生找来说，我女儿就到现在老是意识不清醒，这孩子咋不醒呢？然后医生说，你那个折叠床的遥控器呀，你一直摁的是他止痛泵，他没事想把这床给摁起来，我爸就嘚一顿摁。啊！天哪！然后基本每次给我10泵，一天上100泵，我说我咋不行？你好惨呐！把我妹妹的量都打你那儿了。我们这还有一个父亲哈哈曹，对不对？我反正坐月子的时候，很多那种商家会跑到那个月子中心去给你推销那种。一开始说有5张免费的满月照，我说那不要钱，你过来拍一下。他一来给你拍了100多张，然后让你选5张免费的。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是很难说你就选5张的，剩下100张要钱。对，每张还挺贵的，他都把它导到一个那种像 MV 一样的东西里面。我女儿的照片在里面一张一张放，然后她配那种非常感人的那种小孩子讲话的声音，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我说那带你回家还行。哎呦我的天哪！帮我买了，买100张，买吧，买了3年的套餐。盛一姐呢，坐月子期间怎么样？挺痛苦的啊，挺痛苦。对，因为每天早上起来能听见钢琴的声音，听见一些法语的朗诵啊。没有。就我坐月子，因为小孩很小嘛，就是刚刚出生，所以我经常会睡醒了，然后看看孩子，要拿手会，就是看看有没有呼吸。哦，你很担心是吗？对，很多就是都会这样。对，就坐月子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顾忌啊，还有什么？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自己身体很快的恢复，对不对？心情也要调整愉悦。对，女性真的是很伟大，尤其是当妈妈的女性啊。帮妈妈们鼓掌啊！是的。很棒的天，那很心疼，因为其实任何人想要休息都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对，只有加班的时候才需要理由，劳作需要理由，所以休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任何理由，尤其是我们的女生想要休息，咱们就休息，好不好？休息。不一定要坐月子的休息，站长了，休息去吧。这会儿想走的观众，别走，赶紧走，赶紧休息。哇，跟海浪一样，哇，打地鼠啊，来，好嘞。您当心，让我来。您先吃块德芙，坐等享福吧。新年有德福，一块传福气，福气相传，年年得福。不论赛场，不问对手，真正实力，时间为证。南孚聚能环4代全面升级，
各类电器通通搞定，冠军之星能量不息。哈曹要来了，是不是？哈曹，哎，给我们再来一个提案，来。大家好，我是哈曹。我发现这个东西掉到地上几秒钟之内能沾到灰是 DNA 决定的。这跟家里面的人有关。我也听过5秒跟9秒的版本，还有2年的。原来3年就别吃了，那个质保期有点长了。我原来怎么发现的嘞？就是我跟我外婆有一次在我们乡下的那种田边上吃鸡蛋，吃扑通，它的鸡蛋就掉田里面去了，然后他就从那个田里面砸出来那个洞里面把那个鸡蛋捞出来。他跟我说3秒不掉灰，可以吃，你来掐。还你来吃啊？你来掐，你来掐。对，他要我来掐，真的，我是第一次吃正宗土鸡蛋，那是我。掉下去出来已经是皮蛋了。然后我后面发现，我舅爷家里面条件更差一点，他们那边说法就是9秒不掉灰掉地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些地方地上可能都没有灰。因为我觉得有这种勤俭的习惯的人，肯定是过苦日子的。哎，那是我外婆就过过苦日子，他们那个时候有3年是没饭吃的，他就只能找一些没那么能吃的东西。我外婆跟我说，她吃过蓖麻籽。蓖麻籽榨那个蓖麻油的。对，那个东西有剧毒嘛。奶奶跟李时珍似的，尝百草啊。然后你把它炒熟以后，就没那么毒了。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吃1天晕1天，和那个旁边吃虾仁一样的。跟那个止痛泵是一个道理，就是来一泵。我外婆后面跟我说，她挺感激平时吃蓖麻籽的，因为她觉得别人当年都饿了3年，她就饿了1年半的样子。她吃1天晕1天。我外婆还有一点就是，接下来是个植入。你外婆在当年植入的吗？还是你外婆那时候就有植入了？就老人家很节省，测血压的那个仪器里面的那个电池，她有时候会拿出来摇一摇。哦，这个我知道，是什么品牌的电池？当时我知道他用的肯定就不是南孚牌的电池。哦，我当时拉住我外婆，我说外婆，这也不是南孚电池啊，玩具车用完还能接着用，经久耐用才是真的省钱更省心。南孚电池，电池界的耐力担当，31年销量领先的大品牌，你买1盒都够家里用好几年了，以后可千万别再擦一擦、摇一摇了，外婆。好棒，这个太棒了。后面慢慢家里面条件真的好一点了，我就没有那么爱惜粮食了。我那吃鸡蛋，我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吃蛋白，我小时候我就会吃完鸡蛋以后把那个蛋白我就丢垃圾桶里面。有一次被我舅舅发现了，当时好生气，他揪着我的耳朵，领着我去那个垃圾桶那里。我那时候都高1了，有自尊心了。他说你不要吃了。高1才有自尊心啊？这个点实在是上学早。我说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不吃了。他很生气的打了我一嘴巴，问你吃不吃？哇！我当时是高1了，有自尊心了，我含着泪把鸡蛋吃了。然后我觉得勤俭节约的这种习惯真的一直留下来了。我现在还特别有很多省钱的方法。哎，好，我们最近长沙开了一家那种大型的商超，可以进去试吃的那种地方。我跟我老婆平时就进去试吃一下。哎，我们发现除了试吃啊，还有别的东西也可以试的。那个地方的洗发水也可以试。怎么试啊？我戴了帽子。我告诉你，我当时真的是试过那种300块钱的洗发水，我想知道它跟普通的50、60的、20、30区别了。对，我就挤了2磅，然后插到这个头发里面，我又给它戴住。干洗啊，你这个！哇，大家赶上出门下雨，直接开始洗澡。又走了2步，我看见正好还有那种人参护发素，也是有试用装的。哎呀，不差这点了，2、300。我说反正一脑壳的了，我搞这个人参又搞到脑壳里面，有点贪多了。走着去结账的时候，那个鬓角开始流白沫了。有一副耳机在这里，我只能借他们那个商场的厕所把它洗干净。又跑到他们商场，他们还有那个免费的吹风机可以试用。当时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真的。然后反正特别省钱嘛，然后逛那个 FUN， 就一进去那个店员就跟我说：“欢迎来到 FUN， 欢迎来到 FUN。”我当时说：“这就念放吧。”他说：“
，FUN。拿劲儿，拿劲儿，拿劲儿，他这个很拽的、很欠的这种啊，感觉他有那么一点点不尊重我，然后我意识到可能潮牌店有潮牌的规矩，把那个单词给拆开念，才是潮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啊，行吧，那你给我来一件 DAZHE 的衣服好了。他说什么什么？我说打折的。我觉得真的，虽然就是我们这个 DNA 啊，决定我们这一家人过日子过得很节省，我自己也觉得节省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你偶尔还是要花点钱爱自己，给你爱的人花点钱，好吧？谢谢大家，我是阿白。他这种去买东西的时候，那种遇到这种店员的这种情况我也有。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次啊，我平时出去买东西嘛，我自己喜欢买平时生活中的眼镜，低调中又感觉大家又这个人没那么奇怪，但是一定要丑，丑是必须的。丑，只要一家店有丑的，我就特别开心。哇，对吧？然后有一次我就去逛眼镜店，我逛看，哎呦，哇塞，这家可丑啊！爆丑！就怎么有这么丑的眼镜？我好喜欢啊！就平时生活中我就喜欢买这种丑的。我洗眼镜的时候是有个什么习惯？比如说你是一个营业员对吧？那他这样看着我的时候嘛，因为我穿的又很邋遢，我就尽量挑这个人的反面，就不让他看到我是谁。哇！洗眼镜我就过来，试完以后帽子口罩戴好，然后看一眼，丑。那个人就看我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好猥琐。他说啊，先生，那个这里是稍微贵一点的，便宜的在那边。啊。那个歧视了嘛，对不对？对，我也不理他，我接着逛，我就很开心，看到丑的我就很开心，然后每次都是有点猥琐的这样反过来去试这个眼镜，看我丑。我一旦喜欢的眼镜，我拿在手上以后，我就不放下的。你拿一堆呀？对，然后你听我挑着，这个服务员就近身了，他一直在看我手上的眼镜，他以为是小偷，他以为我偷呀。啊，抓贼！我走到哪里他就这样盯着我，然后那天就决定不偷了。我走哪里是他就这样盯着我，他还跟我讲一句什么话？他说：“先生，你看衣服就放下，你看衣服拿衣服嘛。”啊，就他有点不礼貌了，我就有点不爽，然后我就把这一把眼镜丢在他手里，我说：“你拿着，你帮我拿着。”啊，我就拿着，他也不知道要干嘛，他就拿着，啊，他就准备往回要去放了。啊，我说：“等一下，我说我全要了。”先生，你确定吗？这6副这么丑的你都要？好多年卖不出去了，还终于找着人了。哎，杨迪其实特别的抠哈，我这个人真的就是绝对不浪费食物。哦，有的朋友可能是那个食物里面有小虫子啊什么的，那个就不要了。哇，你先吃虫子？我必吃啊，不是，当然不是。没虫我都不吃。苍蝇小馆儿，先吃苍蝇就饱了，哎，不用吃管子的。这个没虫子换一个。因为我觉得虫没什么，我记得我高中那会儿上晚自习，有个蛾子就飞到我们老师嘴里去的，这我见过。我们老师这样，同学们你看一下飞着，然后有些同学就是那种好事之徒嘛，老师什么味道呀？老师非常淡定，怎么啦？野味儿。很野的，还是蛮野的。我就觉得吃虫子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平时有的时候比如点的汤什么，如果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弄得出去就弄，弄不出去我就。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没事儿。对。我的习惯不建议大家参考，但是如果有跟我一样的人 ，give me 5。反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相比奢侈，其实抠门作为一种行为习惯和乐趣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想抠就可以抠，没关系，根据你自己的个人习惯来操作就行。还有一位是不是？对，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漫才兄弟徐浩伦。我发现。很多年少时候的梦想都被标上了价格。哦，青春疼痛了。哎呀，这句话还不错。因为我小时候那些朋友嘛，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梦想，什么科学家、当医生。对。其实后面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的，后面我好像换了个想法，我想当那种帅哥。哪种帅哥呀？帅到我这样可以了吗？但是我那种跟你风格不太一样，我就喜欢 XO。喜欢 XO 啊，就那个喝的，不是那个，不是 EXO，一不发音。专业歌迷，知道这个啊，我就特别喜欢他们，我就特别想做一次那种男团的感觉。对，我就特别想，但是我不一样，我是曲艺世家，我爷爷是教我打快板的，我就特别反感，我从小就不喜欢搞这些事情，我就说我要当
帅哥，就一直有这种叛逆的心情、心态了，然后一直到了，哦好，一直到了那个初中以后，对，你刚刚网是断了吗？这个，我还以为你看见苍蝇了呢，这边看看吧。啊，一直到了初中以后，我姐姐跟我说，有个经纪公司。就是在长沙这边选人，因为我姐姐特别喜欢鹿晗，她说他们就是这么被选过去的，你去尝试一下。长沙练习生吗？长沙还练什么习啊？那就出去上个私教课而已啊！上课的又是他爷爷。对，爷爷说打了个档啊！我就想去尝试一下，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他要50万啊，那么贵！因为我当时对金钱没有概念，不知道50万有多少钱，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我要为我的以后人生做个打算。我那时候才初中哦。哎，那可以，有理想。我爸就说可以支持你，你说什么事情？我说想去当练习生，我爸都不知道什么是练习生，他以为跟服务生是一样的。他说行，爸爸永远支持你，加油，好好搞。但是我说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要钱，我就跟他说嘛，50万，我爸就说好的钱，50万，你把我杀了了。是啊，我小时候要是问我爸要50万，我应该活不过当晚了。爸爸，他拿出快板说没有，咱没有，没有个没，咱家没有50万，当了个砰，然后结束了啊。然后一直到了后面，我就开始搞喜剧了。搞喜剧不要钱是吧？对，因为我爷爷还是可以教我一些东西嘛。到后面我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梦想了。直到前2年，又有一次找我是《燃烧吧少年》那个节目，就是肖战他们那个 X9少年团那个。对，那次就是邀请人去选角叫海搜吧，那个阶段导演跟我见面，跟我在一个咖啡店里面，就是旁边都是人。他说：“哎，你不是有快板吗？你要不打个快板？那咖啡店呢？别跟他喝咖啡哦。”他就直接说：“你要是在这里都放不开的话，你在台上怎么放得开？”哎，有道理。我们就硬着头皮搞了。不是你当时怎么演的呀？在咖啡馆，想听他打看啊！真的炸了吗？我就是那个面试官，我在喝咖啡，来打个快板。用快板打一首本土的《月亮粑粑》。月亮粑粑，兜里坐个嗲嗲，嗲嗲去来买菜，兜里坐个奶奶，奶奶去来小发，小发自拔，自拔地的，好，可以了。喂，你面试的不用这么激动嘛？把我喝咖啡的节奏都打坏了。神经病，确实不适合在咖啡厅打。后面前2年有个那个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哦。你还去过《明日之子》？也是死在了海搜这一趴。那天面试在哪儿面的？是一个面馆。不是，又我跟你说，杨迪太逗了，杨迪这出生都是这样的吧？杨迪来了，嘿，出来妈妈，你这个就是。我也不想去了，我姐姐说你去一下，我就行。她说你带个乐器，我说我没有乐器，那你把快板拿着，我就拿着快板，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一到现场，发现很多人都是拿着吉他、钢琴，拿钢琴，你拿给我看看，拿着钢琴，拿着钢琴那个人叫白举纲，我就完全无所谓了，我就打完快板我就走，然后到后面也没有什么消息。前2天我们录那个节目，看到那个时代少年团，我真的就是我当时本来没有那个梦想了，就是看到他们录节目，梦想又燃起来了，就是有点激动。哇，你不用激动，你身高够不到，这是没办法的，真的。大家看我肯定都是参加那个中国达人秀嘛。其实我最早参加的是挑战主持人啊。我感觉挑战主持人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那一年那个挑战主持人他有个主题叫做谁将主持央视综艺。我觉得综艺比较适合我，我就可以去试一下。你没听见央视2个字吗？你敢？我忽略了，我就看到综艺，我觉得综艺很适合我，当时就去参加那个海选。哦，他到海选了，没有过了海搜是吧？哦，你还过了。因为央视，大家很多人看到央视就退去了，只有我这种不要脸的人就敢往前冲，就直接到了海选。进去之前有很多那种媒体在外面拍，看到我这种人都来了，哇，这个人。绝对是搞笑的那种，咔拍我，他都给我拍自信了。哇塞！我觉得他这个记者一直拍着我，我肯定待会儿要好好表现。我就走进去跟评委见面了。我刚说一句话，这句第一句，评委老师好，进去撒了个娇是吧？评委哪啊？哇，这个普通话出去。但是我当时因为想到那个媒体还在拍我，我还嘴硬。
我说我的普通话虽然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也能主持综艺节目，因为我看吴宗宪先生在央视4台有一个《中华情》。哎，我也主持过《中华情》，我就觉得人家也可以啊，他普通话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好嘛，相对来说。那是。然后那个评委说，人家是台湾地区的，我是四川地区的，自信。然后当时评委老师就说出去，但是我一想到那个媒体的朋友在拍摄我不能走。那个评委老师，我可以出去，但是我还要带来一个才艺，我才艺演完我再走。来吧，才艺吧。还让你演我。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宝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演海尔兄弟，哇，好心酸，你好有信念感哦。这就是我参加挑战主持人的经历，只要有这个信念感，绝对可以。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想通，我后面想了，其实还要尝试。对，那如果比如说我唱情歌的话，你可以打快板吗？帮我配的话。哦。打起来就是丑八怪那个怪。我就唱一个纯情歌的，然后你去帮我打，好不好？好，话筒大一点啊。来吧，挑战了啊。像风一样。再来一遍，对不起。还是丑八怪吧。你要不直接站在这个上面打呢？哎，你打上面打，不行就下台阶，好不好？来，没事，有台阶下，没事。好，我在你后面吧。可以救场。3、2、1，走。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可以，你好，还可以，是。下次演唱会希望看到这首歌的演绎，好吧？大老师的歌很适合啊。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哎，这可以合上的，这肯定是能合上的。对，咱们就照这写的。厉害。OK， 谢谢大家，才艺展示成功。好没有。哎呀，我觉得吧，就是他虽然现在做喜剧了，但是我们跟他就是现在是一个组合嘛，就相当于是以最低的人数限制完成了他的一个男团梦。没错。但是你作为兄弟，我觉得你也可以帮我圆一下梦。其实我是多年我知道，他特别喜欢您。哇，对，小美，多年的签友了。哎呦喂，就很想在薛老师面前唱一次他的歌。希望薛副局长批准，绝对没问题，好不好？两位还会唱歌，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上看到他们俩唱歌哦，我很期待哦。厉害！好，太棒了！哎，你唱的好啊，谭老师，特别棒，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棒！哇！其实小时候所有的梦想都被标上了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反过来的说，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长大以后呢，会用自己的勇气去给自己标一个估价。什么时候最怕穷？其实是你长大以后，对吧？对，小的时候我管他，我哪怕是睡马路，哪怕我明天随便打份工，我起来就是条好汉，对不对？可是当有一个节点，就会发现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理由的会开始有点害怕，就说，哎，我好像在追求这件梦想的时候，我的代价会不会很大？那我代价会不会换过来一些得失这个问题？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80%人就会放弃了。就我希望很多人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放弃它。你觉得你自己坚持的东西，你就还是再坚持一下，好不好？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对，任何一条路，只要你在上面努力去做，然后用心去做，你还是可以成功的。其实这些没有想过，真的会有一天到这种台子上跟老师们可以一起合唱，感觉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还是努力吧，就是你看，你通过喜剧的方式，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用另一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很好的。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来录这个节目，我在下边当观众，看你们演的，哇，在我心目中你们就是太阳。哇，演的真的是发光发热，他们的总冠军，真的好棒。
而且那个薛之谦说这个真的是我最近的人生座右铭。刚才我听那个杨迪说这些事儿就是这样，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了之后也许会失败，但是你不做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会打雷声？不用就唱这个啊，这个叫作孽，也可以，也可以不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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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最棒的，吃饭啊！本次会议呢，所有的特工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无论我们更欣赏谁呢，最终决定呢王牌特工人选的呢，就是要靠现场所有的观众自由选择了，好不好？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季每位特工都带来了至少一个我发现，所有观众手中都有唯一的一票可以投给你认为提案对地球人最有意义、最有梗，就好像那个人。各位看好他们的号码。那么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开始投票。大家看准啊，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啊，各位。好的，时间不早了，投票通道关闭。我觉得那个我们脱口秀这边的好多朋友们第一次来这样的节目，像我们漫才兄弟才刚刚出道，能今天演成这样是非常了不起的，咱们应该掌声鼓励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也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唱歌，唱得好哈，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啊！你说他们歌唱的好听，意思是他们讲的。就是更棒，这是。皇子人生路还长呢，没必要这么聊。哎，好嘞，行。那大副局长将为我们公布今天得票最高的。啊，你已经要站起来领奖了吗？干什么？已经领奖了。我去拿信封。我是那个牛马，去吧。我说这个内定这么明显吗？我自己讲，我每次也往里塞的我。哎，好了，黄子牛马，黄牛。哎，老板要票不？黄牛送的票看一下。来，我天哪！想不到，想不到。我先宣布庞博淘汰了。好。没事儿，因为只有一个王牌特工。对，好的，王牌特工的得主呢，他是4个字：黄子红凡。漫才兄弟。不，教主刘洋。没有，那都没有。黄子红凡，还是漫才兄弟呢？2个人起立，好不好？2个人起立。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哇哦！请向对方说拜年话。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心想事成。新年快乐，红包拿来！心想事成，红包拿来！越来越好啊！好的，那么在一片祥和之中，我们来宣布，第一期的就是我们的4字的朋友，叫做漫才兄弟。谢谢大家！漫才兄弟不愧是冠军！好，恭喜你们！谢谢薛老师。这个盒子里面就代表我们火星最高荣誉的火星徽章。耶！哎，徽章给你，好吧？盒子给我。哎，盒子我们就一个，好吧？给我们省点成本，谢谢啊！感谢大家，然后局长们对我们都很照顾，非常荣幸吧，能得到这个荣誉。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所有的同学们，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1次会议圆满结束，下回见。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气氛大王方面先生。我发现朋友的过度热情会让人尴尬，他企图在凌晨3点的上海，企图带着我走遍他家的每一个角落。哈哈，可算来了。我发现
我可能是重生文男主。哼，愚蠢的长辈，竟然被我骗到了。他好像是说我们两个哈。哎，没有啊！真的，地铁司机干了一辈子，第一次上班时间看着太阳了。他一说我就滑跪，我滑跪就哭啊！我就哭。请问一下，我们3位副局长谁最好笑，谁最烂？只有你们3个，没有我维哥，对吧？我现在就可以离开。教主刚才喝水了，因为他想骂你。刘伟老师觉得您最应该取代3位副局长哪一位？我这一季的工作也结束了。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节目烂，是人烂。俞敏洪老师有罗永浩老师说那么烦人吗？于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来这个节目一起多少钱？天哪，好敏感的话题，应该是你们的2倍，所以是吗？王冕老师，你也是冠军，漫才兄弟也是冠军，你觉得2届冠军哪个更有含金量啊？应该喜丹不是第5名吗？你觉得去脱友你能第几名？去脱友应该能当导师。哥，这边节目搞我们。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加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被你发现，天外来物，盼你船长，在个雨天全副武装，出发火星，今晚就要来接你。feel。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调好腰间对讲，舞台灯光透过背场，看清局长手中的锤，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喂，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嘿，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送，发现烦恼就该佩戴送，冲，火系特工气氛被带动。问的兄弟，别和被发现哥走在对峙点，出现索马里带着小嘴鱼，发现一场新冒险。每个发现像是盲盒，保证气质磅礴，烦恼随着长江气散发着光。在汤相遇也听王冕谈语气，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我发现。手中握着锤子，阳地造梗随喜。哎呦 Mars， 我操 ，It's season 7，动刀，生意要够啊！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总会有收获。尴尬了搜我，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要保持住幽默，把生活给兜了。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如果你懂我，快抓紧就做。你想要的快乐，来或许搜索。我醒归来，状态拉满，特工集结，长牌大战 ，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博弈论其实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囚徒的现象。2个人如果一起关在这里面，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大民主的一个化身。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付诸于行动，去做就好了。我也期待在调整以后再出发会更精彩，因为我觉得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来上台主要任务是脱舞台。我其实今天见到他，我有点矛盾。我已经发了，300加我已经发了。我怎么加入？我问的都是这种破坏别人感情的问题。反正黄子，你们把他的麦稍微音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别跟我说谎。